为他做了那么多，为什么最后他却选择抛弃了我们？没路了，没路也好。你最好不要觉得我是在轻薄你，否则我会将你直接扔在这儿。我的手已经没法感受到你的呼吸了。你不说话，又闭着眼，我只能听心跳，观察你到底死没死。回去还有至少5里路，我不想拖着一个死人回去。要去哪儿？去县城外1里地的破庙，那里虽然也冷得要命，墙缝砖瓦漏风，不过雪进不来。上个月月末，我在张猎户门口求了他很久，他答应我把那县城外能避风的树屋让给我过冬，把你送破庙里。我待会儿还得去找他拿钥匙。树屋我没法带你去，我根本没力气在这风雪之中把你拖上去。你自己在破庙，我明早再来看你。你能活便活，活不了，我便把你随便找块地埋了，仁至义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文朝生。你家呢？我是流民，进不了县城，平时就住县城外的破庙里，哪来的家？就这些，自求多福。穿越此方天地3年，我一无所有，甚至被判为了流民，赶出了县城。只有每月初3能进县城1次，向县城中衙人申请齐国人的身份。可古海县是边陲处的一座小县城，每年应允议客纳入齐国的名额有限，大部分都是他国人士，多少塞些银两财物，一般县城的县太爷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了。可我穿越而来，身无分文，无法贿赂官差，只能每月按时前去县城申诉。走走走，想要从县太爷那里求一个齐国人的身份，可每次都遭碰壁而归。再后来，刘金石被我弄得烦了，摆明了条件，要么拿出10两银子，要么以流民的身份活3年。3年后我若是未死，他便同意给我一个齐国人的身份。算算日子，3年之期已到，下月初3，我就能从苦海县的县令那里拿到齐国人的身份。眼下最关键的，就是活着挨过这场提前到来的可怕风雪。几时了？你不睡觉，别人不睡吗？谢。老张哎，你那么凶做什么？我看那娃也不是个坏人，这3年可怜成这模样，反正那树屋空着不也是空着，碍不着什么事儿。他哪个腿子？囊大的雪说下就下，明天封山估计打不得猎了，得拿个镐子敲了石头河上的碎冰，看看能不能搞来2条鱼，熬点鱼汤。晓得你心里不舒服，最近日子过得难。不过朝生那娃前些日子说了，他跟县太爷的3年之约就要到了，等他成了咱齐国人，官爷那边有了记录，就会给他分块地，他也能自力更生。
3年之约？那县令刘金石什么德行？还3年之约？除了门外那个傻子，也就你信。没银子，他能放刘冰进县里？笑话！我呸！你就看着吧，门外那傻小子活不过这个冬天了。放我年轻10年，尚且还能拉他一把。可现在，我们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要不，我们搬回县城里，把这个屋子暂借给他住一个冬天。贼老天啊，贼老天！没想到吧，我没死，我活下来了。再过几日，下月初3，我就是一名真正的齐国人了。我有些后悔救你了，你身上的伤势皆是刀兵伤。我虽不是江湖中人，但看得出来那不是同一种刀兵留下的痕迹。你这样的人，身上必然伴随着麻烦，而且是大麻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阿水。没有姓。以前有，后来留在了一座城里。城里起了场火，烧了7天7夜，姓氏给烧没了。接下来呢？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回来想见见爹妈。在苦海县，什么名字？父亲姓云，叫云子敬；母亲姓苟，叫苟玉。没听过。不过你是齐国人，有身份证明的话，直接进县城找县令就成。不过看你也没银子，以刘金石的尿性，大约不会帮你办事。不，是一定不会帮你。总之，你要去便去，县里大抵该比这外头好过些。我很多年没回来了，不认识路，也不认识人。与我说何用？难道我认识？这件衣服你先凑合换上，比你身上这件能暖和点。跟你讲，外头吃的少，冬天雪一埋，没野菜了，小河会结冰，破冰是个麻烦事儿，而且守一天也未必见得到几条鱼。没鱼，我就得吃狗爷分来的食物。但今年冬天格外冷，我吃多了怕狗爷熬不住。反正没你吃的，你待在这里，迟早会死。苟爷是谁？再过1个时辰，你会看到他的。我要警告你，你再恶，也不准打苟爷的主意，不然我跟你拼命。
这个就是狗爷。这个里面没有异味，只有粥米的清香。这碗定是有人清洗过的，若不是文涛生，就是县城里喂狗的人。今日一无所获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等你。今儿个没吃的，回吧。我这儿有。兔子还是蛇？都不是，是蛙。我是老了，但还不至于沦落到吃这种东西。这些蛙有毒，但煮熟了就没有。我吃了3年，味道并没有传闻中的那么恶心，多少算是肉。你不吃，迷姨呢？她也不吃吗？这么冷的天，不能就给她喝点粥吧？你帮过我，我不会害你。蛙我帮你洗好抛开了，煮熟，煮熟，煮熟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柴垛码得如此整齐，定是有人来过。我的刀呢？这把刀是你藏在那里的。擅自动别人的东西，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你藏了一把杀人刀，想杀谁？就是把柴刀而已，劈柴用的，杀什么人？柴刀不会磨得这么锋利，刀刃磨薄了，不适合劈柴。而且，我在刀上闻到了杀气。你不是要找爹妈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衙役不让进。你也是流民？以前不是，现在是了。真有意思，外头这么烈的风，吹一夜都没能杀了你，你必然不是常人。墙缝里的柴刀，我隔三差五的磨，十分锋利。你拿着它去，守县城的2名衙役应该拦不住。10几年了，终于回来一次。我不想把血债带到故里。你运气不错，我今天找到了8只蛙，分了张烈父5只，还剩3只。
外头雪大，今夜挖汤管饱。你父亲姓云，你也该姓云。我不随父姓，也不随母姓。为何？这事儿谁问谁死。那我不想知道了。为了一个秘密赔上这条命，不值。你有一点没说错，我身上的确有天大的麻烦。有些话就像是悬在头顶的铡刀，听了未来指不定哪天就没了命。所以你知道的越少，越安全。你虽然命烂，但人不错，我不想害你。今天县城的衙役跟我讲，每月初3，刘明能进县城的县衙申请齐国人的身份。你在外面活得辛苦，为何一直不去县城内？下月就去。此月未去，去了。上月未去，也去了。最近这3月都去了。那我知道你要杀谁了。我要杀谁？你要杀苦海县县令。为什么要杀他？在县城外头活了3年，我吃过狗食，也啃树皮，吃虫子，甚至吃过蚯蚓。这3年我活得比狗卑贱，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就是条狗。好多次我觉得自己熬不下去，想一死了之，可我不甘心。我知道刘金石跟我定下3年之约，只是嫌我烦扰，随便找个理由来搪塞我。可人总应该是怀揣着希望，尤其是我这样命烂的人，希望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宝贵的财富。我不想当狗，所以但凡有一丝活成人的可能，我都会牢牢抓住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你又要磨刀？3年风霜，我身上其实得了好多病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活不了多久。3年之约将至，若他毁约，我便用这把刀跟他拼命，烂命换条好命，不亏。我像条野狗一样在这里活了3年，死前我要做个人。苦海县富饶，身为地方父母官，眼里却容不下一个流民，的确可恨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苦海县富饶，真正富饶的，怕是只有县令刘金石一人吧。要说那些平民百姓，好多也穷得快过不下去。曾在城西住的张猎户，10几年前是苦海县名头最响亮的猎人，单人擒虎。哼，好风光啊！多少人一辈子不敢做，甚至不敢想。而如今，这样风光的人，竟也沦落到和我一样吃泥泞中的青蛙。不对啊！苦海县里明明风调雨顺，治安安定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怎么会？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一个朋友。那你日后得离这个朋友远些，满嘴谎话，哪天你被他卖了都不知道。给你留汁煲汤，我先回了。那条黑狗身上的破衣服是你做的？当年是狗爷带我来的这里，他救了我的命，我不能看着他冻死在这雪里。这番缘分算起来，你也是狗爷救的。张猎户这时打算和我一起去挖青蛙，但是开不了口。他年轻时多么风光，如今沦落到跟的一名流民请教着如何抓青蛙吃。唯一能让他妥协的，只有那名陪伴他大半生的妻子。免疫昨夜吃了没异常吧？今日有雪，你不要抱太大希望。
这玩意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找。我以前经常连续2、3天找不到青蛙吃，但如果我们是2个人，状况兴许会好些。应该是去找他的父母了吧。快过年了，此后4天，我都没看见阿水。那刀是横着砍还是竖着砍？砍2刀还是砍3刀？砍脖子还是砍肚子？这些都是要提前想好的事。生死乃瞬息之间，稍一犹豫，机会或许便错过了。朝生哥，在不？今天过年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对呀，今天过年了，妈妈让大家休息，还亲自掏钱请我和姐们吃了红烧肉，我偷偷装了点走。多亏你2个月前教我的曲子，让我和鸳鸯楼成功度过了流金石的寿宴。反正请你吃。县城里的人都在放烟花吗？今天过年，县城里的贵人们请人做了很多烟花，围在莲藕池，县太爷也到了，热闹得很。火一点，天上的黑就炸成了无数星星。外面风雪大，而且正值过年，那些衙役早逃班了。朝生哥如果想看，咱们待会儿可以溜进去看看，没人会发现我们的。小红，要不要再吃点儿？不了，朝成哥，我今夜吃的可饱了。咦，上次听鸳鸯楼里的姐说，那些埋在泥坑里的青蛙，味道还不错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县城里还有人吃这个？一般人是不吃的，但那个姐姐喜欢下厨，还喜欢做些奇奇怪怪的食物。先前炸了10几条捉来的红蜈蚣蘸酱吃，可给姐妹们吓坏了。时候不早了，小红，回县城吧。看，他们都走了。雪大，快些回去吧。朝生哥，你不去看看烟花吗？不去。那你还……雪大，送你。时候不多了，像个人一样的死去。
小子，跟你打听个人，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女人，瓜子脸，有些瘦，高8尺左右，身上应该有不少刀兵留下的伤痕。前几天来过一个女人，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个。问她什么也不说，后来自己走了。她朝着哪个方向走的？她走的时候我不在，但如果照你所说，她伤得很重，要么去县城里疗伤，要么从哪儿摸来一匹快马，顺着荒原往东边的赵国去。你要杀我，灭个口，没得商量了。一般来说，人跟人才有商量的余地。你活成这样，不如县城里的猫狗。我是你，早羞愧的自杀了。商量这个词，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的？那你来。还有气力没？做什么？你杀的人，你埋。他是来找你的，我果然不该救你，差点死了。你果然应该救我，若你没救我，你就真的死了。刚才是你在帮我，对吧？这家伙真是蠢得离谱，你这么厉害，他怎么敢来找你的？他当然不是一个人，而且我的头很值钱，超乎你想象的值钱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姓。一个姓能有这么值钱？可这个姓烧了7天7夜都没烧干净，你说它值钱不值钱？这回好，唯一能生火做饭的地方没了，杀了人，他的同伙只怕很快就能查到我的头上。趁热埋了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埋不了，外头那风雪，我出去待上半个时辰就得死，雪不停，这尸体就得一直放这儿。好消息是，它不会臭。刀给我。你把它埋了？没埋，我把瞿冰凿开，扔进了沟里。以后你还可以随时来，我会在破庙住一段时间。下月初3，我要最后一次去找刘金石，不管能不能找，我都不会再回这里了。对了，这几天你不在，去找爹妈了吧？找着了吗？明日正午你来庙里，我请你喝酒，来不来？来。能喝酒吗？反正都快死了，什么不能喝？这酒只怕不便宜，你从哪儿偷？文朝生啊，文朝生，你是有多看不起我？偷？我是正大光明、大摇大摆的拿。你说你武功那么厉害，能搞来2坛酒，就不能再搞2只碗？晓得这酒是谁的吗？晓不得。这酒是七爷的。七爷又是谁？县城西的地头蛇。这些家伙平日里没少欺负百姓，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混江湖的，却个个都抠搜的不行。我问他们讨点酒喝，一个不肯，气人。于是我就砸了他的堂口，痛快。痛快。后来我揪住他脖领，问他要命要酒，他说他要命。这老家伙怕吃我一拳受不住，又送了我1匹马1辆车，我装着酒便回来了。你刚才说他送了你1辆马车呀？我来时没见着马车呀。那马车呢？拆了。马车煮马肉，原汁原味。那些酒碗被堂口的人喝过，我嫌脏。要我说，这么冷的天，有酒喝有肉吃就不错了，别那么贪。喝。好酒。阿水，那件事你已经知道了吧？文朝生，以前我总觉得世事无常，遇见你以后，
倒觉得冥冥中似乎有些道理。什么意思？你这么聪明的人，若非命运作弄，绝对不会混成现在这副模样。还是昨天那个问题，你找到你的父母了？死了。5年前，苦海县发了一场洪水，他们被洪水冲走，至今没找着尸体。怎么？有隐情？天灾亦是人祸，已经无法再追究了。我想知道的是，明明我的父母已经死在了5年前，可为什么这5年来我一直收到了他们的来信，还一直说他们一切安好？刘金石说给他点时间，他会给我一个交代。这月初3，我随你一同去见他。不怕他骗你？他不敢。我想听听你以前的故事。我不想说，也别问了。抱歉，我不该问的，让你这么难受。阿水，能教我修行吗？不能，我练的，你练不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那功夫是寻常江湖套路，得从小练。15、16岁后，人的骨架便基本长并行了，而骨架会影响经脉，进而影响丹海。你现在如果想要修行，寻常功夫都练不得了，只能走修行圣地的路子。但那些地方可不好进，若是没有关系，便只有绝佳天赋者才有可能进入，再不然就是遇到些特别厉害的世外高人。你知道，这需要缘分。但根据我的观察，你大概是我这辈子见过第一倒霉的倒霉蛋。世外高人这一条，建议你不要有所幻想。谢谢你。太爷小心！你回去先准备饭菜，没我消息不准过来。陆先生，招待不周，招待不周，千万莫见怪。哎，县太爷这是做什么？来，坐。不知陆先生今日突然拜访，所谓何事？上次的事，大人很满意，这是答谢。陆先生，这事儿干系重大，抖出来了可谁都受不住。您不会说吧？我刘金石对天发誓，胆敢透露半点对大人不利的消息，不得好死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打开看看。陆先生，这是大人的意思。县令，你有老婆孩子吧？人啊，一旦有了家庭，就不能老为自己想。您觉着呢？刘县令，新的苦海县县令已经在来的路上。陆先生，那刘金石看上去爱财如命，胆小如鼠。若是他今夜不愿体面，逃走了，当如何？往哪儿逃？他儿子才8岁，他往哪儿逃？而且忘川的人也到了，如果他不体面，让忘川的人帮他体面便是。我听说忘川那边的悬赏榜单天字第一换人了。是换人了，不知道是谁悬赏的，出了10万两。10万？白银？黄金？哪家大人钱多的花不完了，搞出来这阵仗？我也不清楚。忘川对于雇主的信息向来绝对保密，但这一次忘川来了数不清的高手，该是一块极其难啃的骨头。会来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被通缉的人叫什么名儿？说是个女人，身高8尺左右，身上有很多伤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有意思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什么具体的信息都没有，就不怕有人随便弄来一个假冒位列产品，骗走那10万黄金？发布悬赏的人好像很急啊。陆先生有什么看法？那个女人身上藏着秘密，价值10万黄金的秘密。如果有人愿意花10万黄金去买一个连具体信息都不全的人的性命，那这个被通缉的人身上藏着的秘密就远远不止10万黄金。回头好好关注一下，有线索了就通知我。陆先生想要这10万黄金？我对黄金没什么兴趣，但我对那个秘密很感兴趣。
知命，那少年还活着吗？老黑年纪大了，一个人吃不完里面的粥食。前些天粥食吃完了，但这些天总有剩的。外头风雪大，那少年兴许是冻死了。这世道天天有人死，那少年一无所有，进不了县，谁都没想到他真能活3年。想救他呀？知命，你娶我30年，因我身体缘故，未为你留下一子，我心中一直有所亏欠。那年轻人心性绝非常人可比，若他未死，不如向那县令交些钱，收他回来做义子，你教他练练剑，未来我走了，不至于无人陪你。你呀，天天担心这担心那的，未来你离开了，我便折了院中的枇杷枝，回那燕国剑阁，还怕没去处？有子无子，皆是天意，你亏欠我什么？不过你既有心，这月初3我便带些财物去刘府看看。他若没死，我便送他个齐国人的身份，雇他来我们家里劈劈柴，做做饭，如何？听你安排。狗爷，以前基本都是我吃你的，今天我也请你吃顿肉。狗爷，狗爷，别去了，他不会回来了。他那么聪明，其实什么都知道，只是对于已经逝去的挚爱无法放下，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挽留。你什么时候走？走？去哪儿？趁着现在他们没有锁定你的位置，你还好走。喏，看见没？瘸了。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，就是躺在这破庙里睡觉。虽然我不了解江湖上的事，也没有见过其他修行的武者，但我觉得你在修行者里应该算是很厉害的那一批人。瘸条腿对你来说影响应该没那么大。你不想走，无非是想要在刘金石那里要个真相，但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。温朝生，你觉得真相和命对我来说，哪个更重要？真相。我没白请你喝酒。太爷，很晚了，夫人和少爷都等着您去吃饭呢。太爷，太爷，您没事吧？太爷，不急不急。太爷，您有什么吩咐就直接讲，我定为您置办妥当。长贵，我这些年待你如何？太爷对长贵恩重如山，恩重如山。长贵，这府里我就只信你，你最后帮我个忙，我送你荣华富贵，如何？太爷，您只管吩咐，只管能做的，长贵绝不推辞。听着，我在府邸中央的鱼池中心，那假山下埋了一个不镇水的包裹，你今夜趁着无人去挖开，拿走里面的地图。这些年我囤积的钱财，全都分散埋在了北边的邢王山。地图上面有明确标注，你明日一早便出发，带着夫人少爷北行，走得越远越好。长贵，我知你不害赌，这些钱财够你挥霍一辈子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护我夫人与孩儿衣食无忧，不可让他们受冻于风雪。还有，永远不要回苦海县，懂了吗？马爷爷，我们到底在找谁啊？傻孩子，我们谁也没找。可是昨天那个叔叔不是说要让我们去找一个姐姐吗？我们不能去找她，而要躲着她。
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个妖怪，火烧他他不死，刀劈他他不亡，不是妖怪是什么？爷爷这条手臂就是那时候没的。咦，马爷爷，这个世上真的有妖怪吗？当然。我懂了，马爷爷，我们是在假装找他。真聪明。小杨，你先回去，爷爷趁着今夜雪没下，再逛会儿，晚些就回家。好。马老，黑蝉失联了。急功近利，好话不听。忘川年年不乏心比天高、命比纸薄的年轻人。马老，从丰城逃出来的那女人，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别问那么多，我就一句忠告：这活儿碰不得。我们来了是因为无法拒绝，但这个人我们处理不了，见着他离远些，别白白折了性命。入了忘川的人，只要有人出钱，谁不敢杀？有什么不能动的？忘川这一次来苦海县至少上百人，放在四国江湖中都算是一流的势力。马老这话，莫不是太长他人威风了？好话已尽，你们若是想立功晋升阶位，便去试试吧。苦海县不大，地头蛇也多，真要找个人简单。昨夜来人了。来人？来什么人？没来人。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？捡的。昨夜没有下雪，人在晚上做的事会留下痕迹，你至少应该清理一下痕迹吧。那么长一条拖拽尸体血痕，我一个外行人都能看出问题，更何况是……婆婆妈妈的。温朝生，你真以为苦海县这么块破地藏得住人啊？我去找苦海县的地头蛇讨酒喝，没杀他们灭口，早就露了痕迹。有心人若想找我，这场冬雪肯定藏不住。之所以一直没人来，是因为那些人都在等。等什么？他们在等着看当初那个大火没能烧死的人，如今是不是真的不行了？那些人放些蠢货来试探我，那我便杀给他们看看，看我行是不行。真帅啊！帅。未来若是你入了江湖，或许便不会这么想了。这我懂，一入江湖，身不由己。一入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好一个身不由己！温朝生，我问你，未来你成了齐国人，想做什么？赚钱，修行，就这些？我想做什么，便做什么。走吧，去找刘金石。必有大事发生。官家办案，闲杂人等，统统闪开！让开！不可伤他性命。他拦了路，拖开便是。是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本人叫纯琼，来自王城栏杆阁，如今携官印前来苦海县，替换前任县令刘金石。刘金石这些年治理县城有功，本当去王城受封受奖，而今出现意外，一切事宜延后，本县令要先行调查刘金石的死因。诸位若是无事，便先行散走吧。刘金石的事，请给本县令些时间，一定调查清楚。小兄弟，走吧，我们要查案，你在这里待着会影响我们。你是苦海县新上任的县令吗？对，有什么能帮你的吗？
小兄弟，我想要个齐国人的身份。你不是齐国人，我是流民。那抱歉，小兄弟，你可能得跟我们走一趟了。你要把刘金石的死嫁祸给我？怎么会？等我们查清你确实不是凶手之后，自然会放你离开。齐国人的身份，我也会考虑为你处理的。我在县外3年，除了每月初3能进县城向刘金石申请身份之外，无法迈入县城半步。真要查我，何须抓我？你只需要跟原来值守的那些衙役们确认便是了。这不好讲，万一他们值班时没注意呢？你说自己不是凶手，总得有个人证吧？他不是凶手，我可以证明。是谁来作证了？你是？我姓吕，叫吕之命，在苦海县住了30年。昨日我去县外散心，看见过他。你盯了他一整夜？只要您觉着是，那便是了。一个流民值不了这价。本来我也相信他，但现在你来这么一出，我反倒有些怀疑了。碍不着事，他若是齐国人，一直待在这儿，大人查出问题，随时都可以抓他。怪不得刘金石不想走，这县令真赚钱。多谢大人。从今日起，去我家砍柴担水吧，吃喝管够，按日付薪。世上有这等好事，你花了一片金叶子，只是让我去砍柴担水。那你觉得我应该让你做什么呢？我这样的贱命，能让你用金子来换，是有什么见不得光的脏活需要我做？你是命硬，不是命贱。况且你如此瘦弱，也做不了什么脏活。我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。你花重金送了我一个齐国人的身份，对我有恩。我本来不该这么跟你讲话，但我觉得你至少应该坦诚些，花了多少钱就该收多少货。若非得算得这么清楚，你受我恩惠可不止1天2天，除了那片金叶子，还有数不清的周氏。把这些都算上，你是不是该把命都给我？我家住在画廊桥西的桂花巷第8间，巷子深，你没在县城里逛过，我带你走一遍，下回来莫要迷路。要去的话，就跟上来。小兄弟怎么称呼？文朝生，好名字。这几年一直是您在给狗爷喂食，你为什么叫他狗爷？他救我一命，我没什么能报答他的，喊他一声爷，还算我占了便宜。从这里开始数，往前第8间，记住是这边，莫走错了。黑狗的主人以前是我的邻居，他走了之后，黑狗跑到了我的门口乞食，因为家里不缺尸食，索性就养了下来。粥已经熬好了，先吃饭吧。吴邪抛开他的肚子。春大人在找毒药吗？陆川给的毒药是穿肠毒，这毒饮下后必然立刻肠穿肚烂，而刘金石的尸体中没有丝毫饮毒的痕迹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反正都是自杀，他却选择了吊死，还特意吊死在了县衙的大门口。总之，死了不就好了？他死了，秘密也就没有了。
那位大人不就是要的这个？我很担心啊，这秘密到底是真没有了，还是被他藏起来了？那件事的干系太大，真要走漏了风声，齐国甚至天下都要大乱。我们是来帮大人擦屁股的，一丝痕迹都不能留下，得反复确认。刘金石死的时间很短，是快要黎明的时候才死的，那个时候应该有人盯着他才对。吴邪，帮我去找陆川问问，刘金石死之前都在做什么。还有，出去吩咐外面的下人搜索整座县衙，天黑之前我要见到刘金石没用掉的穿肠毒。是。待会儿你休息的差不多了，便去柴房劈柴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每日你将柴房的大柴全都劈成与那边堆地的小柴一番模样，我会每日付给你50文钱。若你攒得住，1年后便可以在苦海县买到属于自己的宅地，虽然不大，一个人也够住了。有了齐国人的身份，县令难道不会直接划分一块宅地于我吗？齐国有这条明妃，不过从来没有很好的落实过。你要想住处，得自己花钱去跟县令买。吕先生，院子中央为何会有一株枇杷树？院中有一棵树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宅院这么大，不种一棵树会显得很空旷。那为何不多种几棵？你为何会忽然问起一棵树的事？它就长在那儿，也没有挡着你的路。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它很特殊。有多特殊？刚进入这间宅院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了这棵树，也说不出来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，但总觉得它不该是树，而该是其他的什么。这回是不是捡到宝贝了？这只枇杷自极北而来，燕人虽生于北地，可见惯枇杷，便只见枇杷，不曾想在这极南之地能有真人真眼，窥见之中真意，夜中玲珑。你要教他吗？这世间无人可教我，我亦教不了任何人。不过这棵枇杷树一直都在这里，它天天来便天天见，能在那树上见着多少，皆是它的造化。怎么过去这么久？忘川的人昨夜被引开了，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刘金石在做什么，大概就是他自杀的前一个时辰。忘川的人被引开了？被谁引开了？有些人被刘金石放出的家属引开了。今日快要天明时，一辆马车从刘金石的府邸中借着没有散尽的夜色出逃，忘川一部分负责盯住刘金石的人跟了上去。他们本以为逃走的是刘金石，结果没想到是刘金石的妻儿和管家。他们人呢？已经被处理干净了。此事事关重大，3人的尸体就在陆川的手中。陆川邀请大人明日去鸳鸯楼一聚，似乎有些话想单独和大人说。剩下的人呢？忘川盯着刘金石的那些眼线受过专业训练，总不至于全部都追着那一辆马车去了。如果他们蠢成这样，我觉得可以直接去大人那里参他们一笔。此后出了麻烦，我便沾不上太多因果。本来是有一群人应该在那里盯着的，但那晚后来发生了意外。什么意外？昨夜有一名忘川的人被人撕掉了胳膊，跌跌撞撞的来到了刘金石的府邸求救。你刚才说撕掉胳膊？陆川那边的消息就是这样，他的心脏有致命伤，可这人天生心脏长在右边，没有立时暴毙，逃了回来，想要向其他人求救，但谁也没想到，他把那个杀他的人引了过来。所以当时刘金石府邸门口的那些人全都死了，只剩下一个人还活着。那人运气不错，闹肚子去了趟茅房，回来便看见了这一切。他本来想参战，可短短的几个呼吸之间，战斗便结束了。或许那根本算不上是一场战斗。幸是手中提着灯笼，他看着像个府邸中巡夜的人，最后逃过一劫。忘川此次来的人不少，之前出发时我便觉得事情不大对劲。如果只是单纯帮着大人处理一下事末，好像用不着这阵仗。
我今天想了很长时间，唯一能想到的可能就是悬赏。最近江湖上好像是有些风声，说忘川的悬赏榜上出现了一个大户。我们对于忘川的事情没有那么熟识，更没有势力扎根在忘川之中。如果大人需要信息的话，只怕得找陆川。明天正好见他，我且问问。这些年忘川在江湖上得罪的人不少，若是市井恩怨倒便罢了，怕就怕之前做的事情走漏了风声，传到了盘龙宫里。盘龙宫的那位应该很多年没有管过事了吧？10年，骄奢淫逸，酒池肉林，天下人皆觉得盘龙宫的那位早已经是个废人。这10年来，宫中的朝臣关注他的越来越少。奇怪的是，这10年来，齐国从王城到地方，一切步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从未听说过动乱。这一切的背后，好像都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操控着。蓝钢阁内无数双眼睛盯着他，如果真是他做的，不会一点痕迹没有留下。大人或许应该把精力更多的投入到那件事上。若是成了，1年后，大人就能进入蓝钢阁深造，甚至……你先回去吧，我再想想。今夜不在树屋了。柴够的话，破庙要暖和些。来，搭把手。这些都是你批的？是的。阿水，你白天在县衙门口一直看什么？刘金石是被人逼死的。你怎么知道？这是什么？穿肠毒，那玩意儿是忘川的招牌毒药，由桃竹仙所配。毒药无色无气有味，寻常人即喝即死，死时肠穿肚烂，内脏溶解。既然无色无气，你为何能这么确定它就是毒药？喝了一半。好喝吗？齁咸。世事弄人，等了3年，我没死，刘金石死了。换作是3年前，这谁能想得到？不过，刘金石的死真的很蹊跷。照今日新来的苦海县县令的说法，刘金石应该是升官发财，自杀完全没有动机，除非纯琼撒了谎。可是无论是刘金石犯事，还是因为其他原因被撤职，纯琼都没有撒谎的必要。所以这么一分析，就会出现2种情况：要么刘金石是因私人恩怨而遭他杀，而纯琼跟这件事没关系；要么刘金石的死就是纯琼和他背后的团队一手促成的。文朝生，没看出来你还会查案？这不是查案，只是简单的分析。那你觉得哪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？后者。怎么讲？时间太巧了，一个刚死，一个就来了。你今日早晨在刘金石的府邸门口停住这么久，不也是发现了问题吗？其实昨夜我去过刘金石的府邸门口，有些不懂事的刺客想钱想疯了，来找我，我把他们埋在破庙背后的雪里。有一个女刺客心脏长在右边，她当时没死，我便追进县城，
又杀了11人。后来有一个人提着灯，他没动手，我便没杀他。今早刘金石就死了。我勘察了现场，可以确定的是，刘金石的确是自杀，但事实跟你推测的方向靠近，他自杀不是自己的想法，而是被人逼死的。之所以选择用绳子吊死自己，是刘金石故意为之。故意为之？为何？他吊死的绳子是用来拴牛的，特别结实，而且那个绳子打出的结也很特殊，配合钩子固定，将人脖子吊住，哪怕风吹，尸体的头颅也不会轻易晃动。如果他只是因为接受不了或是被逼无奈自杀，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。府邸之中尽是大树横梁，一根白布就能满足他的诉求。我当时觉得奇怪，于是根据绳结长度和铁钩推演了一下刘金石的头颅位置，接着又根据他目光的方向找到了这瓶被埋在墙角的毒药。所以刘金石费尽心思在县衙门口自杀，是为了暗示其他人毒药的埋藏位置？不对，今日他的尸体在县衙门口悬挂了这么长时间，一直没有家属过来收尸，说明他的家属大概率也遇害了。这么看来，刘金石的身边应该没有武功特别高强的人能帮他复仇，他这么做也就毫无意义。除非……喂，你就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吗？除非刘金石要等的人就是你。等我？你之前和他见过面，能让他这么乖乖听话，你一定威胁过他，所以刘金石应该知道你的武功很强，所以你是唯一一个可能帮他报仇的人。你说刘金石期望着一个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来帮他复仇？一定是这样。在新县令纯琼上任之前，他肯定受到了威胁，知道自己必须要死，他的家人多半也活不了。狗急了会跳墙，兔子急了也会咬人，更何况是刘金石这样的人。忘川内要搞他，他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。而且对他来说，你虽然是一个陌生人，可你的确有帮助他的理由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找刘金石所要的答案和他的死有关？对。而且前几天你去找刘金石的时候，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情的答案，却非要拖延时间，说过几天再告诉你。此刻想来，他是想拖到纯琼过来跟他交接事务，然后他直接带着秘密一走了之。但他没想到纯琼竟是过来要他性命的，所以刘金石绞尽脑汁，想方设法把这瓶毒药留给了你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你父母死后为何你还能继续收到信这件事，跟纯琼一行人脱不了关系。只要你去探索真相，他就能借你的手复仇。现在最大的两个问题是，新来的县令为什么一定要逼死刘金石？他与你父母的事又有怎样的关系？明日我去见见纯琼。我今日在县城里行走，看见岩上多了许多黑色的飞鸟，巷中多了许多隐匿的毒虫。以前我虽然没有在苦海县逛过，但我晓得正常百姓生活的世界里不该出现这些东西。有什么关系？苦海县是我的家，我本来就应该死在这个地方。阿水，关于你父母的真相，对你来说真的比命还重要？对你来说，没什么东西比命重要吗？没有，我为了能在这个世界活下来，舍弃了所有能舍弃的东西，包括我的尊严。命对我来说就是一切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未来就有无数种可能。是吗？前几天是谁跟我说，如果我敢对狗爷不利，要跟我拼命来着？文朝生，你真的会为了一条狗和我拼命？你这个问题很容易让人误解，就好像是在问我，你和狗爷谁对我更重要一样。但无论对你还是对狗爷，我只是你们生命中微不足道的一个过池。我的想法对你们来说根本无关紧要，何必这么追根究底？帮我个忙。不帮。我都还没说帮我做什么，你拒绝的这么干脆。你还能让我做什么？无非就是想要我帮忙查案呗。我跟你讲，想都别想。
不管是所谓的忘川，还是其他什么人，我都得罪不起。我现在好不容易有了齐国人的身份，未来前途无限，一片光明。你自己想寻死，可别把我拉阴沟里去。春秋找东西。吕夫人早。昨天我干完活几乎虚脱，可方才只是随便出刀，竟一下就将坚硬的血槽木劈成两德。咦，这一次落刀和上一次怎么差距这么大？这株枇杷树开在这里多长时间了？15年，还是20年？茶还没凉啊？坐。会下围棋吗？会下，玩一局。我再去劈柴。你选黑子还是白子？白。你不先手？我喜欢白色。吕先生，那究竟是什么树？枇杷树。南方也有枇杷树，你应该见过。不对，那不是枇杷树。那你觉得那是什么？是剑。不同的人看见的东西也不一样，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段看同一样东西也可能不同。对我来说，从前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是一棵枇杷树，现在也是。如果你现在看见的是一把剑，未来也许就不是了。吕先生，这株枇杷树结过果吗？会。以前在燕国的时候，它每年都会结果。这世道，人分南北，树也分南北。树分不分南北尚且不论，人怎会分南北？燕国的人与齐国的人有多少不同吗？我3年虽人在县外，可却看见了很多县内之事。许多百姓穷其一生也赚不到那片您随手掏出的金叶，便是风光也不过刹那，一生困顿求于脚下方寸之地。对他们来说，分南北的又不只是人。
以前我从北方来，听齐国的儒生说过4字，讲的是穷则生变。他说，人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，就应该努力改变现状，不该为环境困顿。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吕先生，许多人知道数不清的大道理，可他们还是过不好自己的一生。我自诩聪慧，可刘金石一句话将我独自于县外3年。这3年为了活着，我什么都试过了。穷则生变这个道理没错，环境，但人与人不同，能变不能变，既分自身，也分环境。相比较于人，树就简单多了。对我来说，人跟树其实也差不多。这棵枇杷树大约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一棵树。吕先生，您行走江湖，为何要带着一棵树？树无根不活，我当然不是带着一棵树下山，只是山长水远，走时便折了一根枇杷枝。后来有了家室，这根枇杷枝便被我埋在了土中。谁知一场寒雪过后，它竟长出了根，春风一戳，便又成了一棵树。朝生，我在此地已30余年，风尘早已褪尽，你怎知我曾行走过江湖？我的眼睛能看见一些常人看不见的东西。哦，譬如和我下棋的时候，您总在想其他事，看得出来，困扰您的事情不少。吕夫人，介不介意跟老九叙叙旧？秘密我帮你守了30年，一字未吐。现在也想请你帮我个忙。县太爷大驾光临，陆川有礼了。此地你我2人，何须再假扮这些繁文缛节？繁文缛节，数百年来，齐国以文治天下，以儒写春秋。县太爷下次可莫要再说这种话了。若是传到了蓝冈阁那儿，太爷这般辛苦才求来的机会，只怕将要覆水东流。前夜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那天我送了刘金石一瓶穿肠毒，寻思着让他有点体面，结果不曾想他闹出这么大动静。不留痕迹杀死刘金石的方法有很多种，你大可以等他跟我交接完事务之后，等刘金石出县城再动手。今年雪早，只需一场雪，什么痕迹都能抹得渣也不剩。可你偏偏要抢这么一点时间，还没做干净，如今还得让我来给你收拾这烂摊子。陆川，你知不知道惹恼了那位大人，我们会是什么下场？那你知不知道，白龙卫的人出现在了县外，个个都是1等1的高手。你猜猜白龙卫的人为什么会来这里？让刘金石出了城，难道你要我去从白龙卫的手中抢人？所以，盘龙宫的那位已经洞悉到了什么？他是否洞悉到什么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不能有证据。若不然，我为何要费尽心思搞来一瓶毒药，把火引到忘川的身上？只是我没想到那刘金石如此心狠手辣，为了反咬我们一口，连自己的妻儿都不放过。等等，你是说那夜刘金石让他的妻儿趁着夜色出逃是？你当刘金石真是傻子？他会不知道忘川的人在守着他吗？不过拿自己家人当诱饵，当真够绝。我其实留了个心眼儿，那夜早让他们小心刘金石调虎离山，偷偷潜逃，结果没想到后面还是出现了意外。会不会是白龙卫的人？白龙卫的人藏得很好，其实他们并没有暴露。我之所以知道他们来了，是因为我有特殊的眼线。那些家伙都在县外，没有进来。但凡我不透露消息，忘川的人也绝对不会发现他们。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就算真的有高人，跟忘川有私人恩怨的可能不大，更不可能大打出手。我听说忘川最近天字悬赏的榜单第1变了，有人出10万两黄金要买一个人的命，恰好就在苦海县。10万黄金买条命，很难理解。
对吧？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位大人的手笔。我目前知道的就是那人来到了苦海县内，他身上有很多伤，高8尺，是个女人。其余的线索我也不清楚。你在怀疑前夜杀入县城的那个人，就是忘川天字第1悬赏的人？正是。我呢，对10万黄金没什么兴趣，但我这人好奇心重，这10万黄金背后的秘密，我实在是想知道的很。怎么说，县太爷，搭把手吧。你走后30年，生死不知，忘川没了孟婆一职，十殿阎王便发了脾气，发动了江湖上许多势力寻你，内部死了很多人。我们这些人双手全都脏得要死，忘川之中没有无辜，他们因我灭亡，算消了我年轻时犯下的业障。你呢？此来找我，所为何事？我冒着生命危险帮你守了30年的秘密，如今我也想从你这里抽走10年。我退出江湖30年，早握不得兵刃，杀不了人了。那我便没找错人。你找我不为杀人，又为什么？2年前，我在陈国捡到了一个7岁的小女孩，当时她昏迷在墙外草堆里，胸口扎着2支肥羽箭，前后贯穿。我杀了一辈子人，从没眨过眼，偏偏就在那时候动了恻隐之心。后来我为她疗伤，眼看着她快要好起来，却没想她又染上了一场恶瘟，高烧不退。我四处寻医无果，都已经为她备了棺材，结果最后她竟然自己熬了过来。醒来后，她看着我喊了一声爷爷。从那时，我便将她当做了我的亲孙女。人有了牵挂，杀气就会淡。你也想退出忘川，不怕被发现吗？入了忘川，哪里还有退出的可能？老朽为忘川杀了一辈子的人，早就不人不鬼了。如今一身伤病，只想偷些岁月走，将小女抚养成人，看着她的未来有个着落，便心满意足了。你要我如何帮你？我要你以孟婆的身份重出江湖，假意杀了我。我年轻时因机缘巧合，曾与北海一人修习过一门奇术，名为惊钱。这门奇术可以让我的躯体假死数日，但意识不散。你帮我脱身，此后咱们30年恩怨情谊皆一笔勾销，如何？30年前，我曾向他许诺，不再沾染江湖恩怨之事。马环，你来晚了。那个少年？少年吗？已经过去30年了，时间好快。我真的想知道，30年前那少年到底说了什么，竟能让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孟婆放下屠刀，心甘情愿退出江湖。苏逸仙，只有你能帮我了。你在忘川做事这么多年，就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？可悲吗？忘川就是这样。大家的手上都有着数不清的人命，为财而死，为名而亡，何谈信任？我为你保守了30年的秘密，让你过了30年正常人的生活。可我呢？我只要10年，看着我的孙女长大，这就够了。你帮了我，无非就是换个地方隐居。如今忘川有了新的大祸，不会有太多注意力在你身上的。你不是去找纯琼了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能看吗？能活吗？能活的话就不用看。能活，死不了。喝热水。谢了。遇到高手了？算不上高手。都这样，嘴还这么硬，
不算高手，把你伤成这样，旧伤复发了而已。你见到纯琼了？没见到，我想看看刘金石的尸体，但遇到了一个守尸的人，似乎先天残疾，一条手臂长一截，刀刷得甚是熟练。他死了吗？没死，我刀偏了，砍了他一条手。文朝生，你说的没错，刘金石的死确实有问题，而且是大问题。他们给刘金石的尸体做了简单的防腐，肚子上有缝线，估计是在找那瓶穿肠毒。那些家伙也是蠢，既然想杀刘金石，一刀宰了不就完了？弄来弄去，最后弄成这样。除非他们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。干嘛？你不是说不掺和进来吗？不怕死了？那你听不听？听。这些人不是一般的亡命之徒，刘金石的死明显是他们有组织有预谋的。我不清楚他们的身份，但能让这群人翻来覆去做这么多连我一个外人都看上去很蠢的蠢事，那说明一定有某种外力在逼迫他们。你想想，明明一刀的事，他们为什么非得要毒死刘金石呢？你直接说，不要提问。祸水东引，将一些麻烦与注意力散到江湖里去。这些人和江湖上的刺客组织有斩，刘金石一个地方的小县令，该是与江湖上没多大牵连。因此，纯琼那些人面对的压力不是来自江湖，而是庙堂。他们保存刘金石的尸体，就能够侧面印证这一点。这尸体最后应该是要交出去的。真正有意思的是，刘金石这样的人对于齐国的王家来说，同样是一粒微渺的尘粒。按理说，就算齐国上面真的有人要管这事儿，无非就是走个正常的流程。这一切的反常都昭示着刘金石身上有我们不知道的事，而且这件事干系很大。听你说话，越说越悬。苦海县屁大个地方，哪来的那么多秘密？打赌吗？有什么好赌的？我要的东西你给不了我，你要的东西我也给不了你。你知道我要什么？人缺什么就会想要什么。你这样的人，心思太深，目光太锐，命格却太差，未来必然想要立于万万人上。可钱、权这两样，我都给不了你。我不是来找麻烦的。聪明的做法。不过，倘若我真是来找麻烦的，你根本没有扔刀的机会。你是从丰城来的？有事说事，没事滚。我以为你现在的境况就如同落水的狗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是来找麻烦的，这意味着我也许可以帮你。如果你想活下来，至少应该对我放尊重些。我是不是落水狗，与你何干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需要你的帮助？知道吗？你和丰城的那些人，就是因为固执才会沦落到现在的下场。一场火烧死了多少人，你数过吗？如果你不是来找麻烦的，那你就不该招惹我。如果你是来找麻烦的，更不该离我这么近。我今日在苦海县县衙里遇见的守尸人，要比你聪明得多。我来吧。文朝生，把他腰间的那个挂饰扔给我。今夜来的人是白龙卫，这些家伙很难缠。有人死了，其他人不会轻易罢休。我建议你这些天最好还是不要再来破庙为妙。反正你已经有了齐国人的身份，县城里总有能让你落脚的地方。白龙卫又是什么组织？白龙卫是宫里的一股势力，极为神秘。
极少在江湖中抛头露面，可威望很高，连忘川与九更都不愿轻易与其发生摩擦。那忘川与九歌呢？忘川是纵横四国的天下第一刺客联盟，他们每年会从四国的王室手中花费许多财物购买死囚，再将这些死囚们通过极为残忍的方式锻炼成杀人不眨眼的人形兵器。这些人上到达官贵人，下到市井百姓，只要给够钱，谁都能杀。组织里分为风林、火山四旗，其中风旗的刺客实力最为可怕，其中12人都是四国江湖中有着赫赫凶名的存在，而九歌则是发源于西边陈国的一股力量。他是天下最大的商腿，势力遍布四国每一个角落，哪里有钱赚，哪里就有他们。最大的商队有多大？才能通神，富可敌国。我对他们的了解也不算深，只能简单跟你聊聊。总之，以你如今的情况，无论是谁都招惹不起，老老实实待在县城里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我真的学不了你的功夫。你这么想跟我修行？很想，非常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够强。阿水，像你这么厉害的人，能在四国的江湖中排上号吗？晓不得，我不是江湖上的。所以，你能教我修行吗？文朝生，我教不了你。不只是我，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都教不了你，甚至连传闻中的那些修行圣地的人都不行。上一次你问我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学不了我的功夫，是因为你的年纪大了，骨架定型影响了丹海，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。你无法修行的根本原因，是你压根儿就没有丹海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这种事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但当时我还不确信，因为世上没有丹海的人寥寥无几，10万个人里也未必能找到一个。所以我那时还刻意在你身上摸索了下，最后发现你的确没有丹海。因为这样，我才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倒霉蛋。丹海是人沟通天地自然的途径，人身720窍皆有妙用，但唯有凝练之后的丹海之力能够激活血窍，释放潜力。你天生缺少丹海，无论后天怎样努力，潜力终究有限。我本不想如此打击你，但迟早你会接触到这一层，瞒得太久，或许反而对你有害。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？我没有一丁点办法。你非要跟我学，我只能教你一门道家的养生的功夫。什么功夫？北海当人当年游历天下，在赵国极东处的剑石上刻下了3门自创的奇术，分别是金钱、望语、不老拳。我会的这门奇术便是不老拳。这门奇术比较特殊，要不需要丹海也能修习，而且只能强身健体、延年益寿，无法让你拥有开山碎石的力量。练了总比不练强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这个世上天下第一倒霉蛋。但倒霉蛋也有倒霉蛋的活法。这3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才能活下来，怎么才能活得更好。与之相比，没有丹海好像也不算什么特别严重的事。睡觉吧，明日清晨我传你口诀，教你引导方式。你说今日来的那瘸腿女人，修为还在你之上？远胜于我。能看出功夫路数吗？没有路数，他用侍卫的长刀皆是横撇竖骂，但每一招都是挡不住的杀招，幸是他腿瘸，身法不变。我与他缠斗10招，交手1招输了1条手臂，而且他身上有伤还不轻，若非关键时刻他旧伤复发，那一刀斩下的就是我的头颅。吴邪，你15年前入龙吟境，如今却挡不住此人1招。吴邪可是服氏家族20余年的老客臣，
实力深厚。苦海县这样的边陲之地，为何有如此可怕的高手？大人莫要惊慌。今日我观那女人穿着破旧，身上还有许多触目惊心的伤痕，想来本身就带着极大的麻烦。这样的人多与宫中无关，只要入了江湖，什么大事都是小事。你说的有理。今日我与陆川在鸳鸯楼商谈前夜之事时，他告诉我说，忘川最近天字悬赏上出现了一个大货，价值10万黄金，也是一个女人，浑身是伤。现在想来，今日来县衙查尸的人，可能多半就是他。只是他为何会对刘金石的生死如此关心？大人想知道的话，不妨就配合陆川查查。今日我本来没同意陆川的提议，他侍奉的那位大人实在是太危险了，我得罪不起。但现在看来，我好像没得选择了。吴邪，明日我修书一封，你帮我送去吧。朝生，你今天怎么也变成我这样了？是啊，睡了一觉，有了烦心事。你有什么烦心事？您不该知道吗？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你不说，我能知道什么？吕先生，我没丹海啊，不能修行，未来注定只能平凡一生。谁说没丹海就不能修行？我就没有丹海。还请吕先生不吝赐教。你对修行了解多少？人参720窍，修行是人沟通天地大道，将力量凝练在丹海，再利用丹海之力激活穴窍，释放人体之中被雪藏的真正潜力。吕先生，丹海究竟是什么？是丹田吗？丹田是人参区域的描述，一般在脐下2-3寸，而丹海则是人参720选窍的经脉连接点，它可以出现在人身上的任何一个区域。燕国极北之地有一修行圣地，名为剑阁，其阁主涂山白便穷其一生只修掌间一窍，同样纵横世间。吕先生，倘若没有丹海，又如何修行激活血靠的潜力呢？天下大道四通八达，但凡心思到了，何处不是修行？吃饭、睡觉、走路、砍柴，no，这不才过去2-3天吗？你砍柴难道不是顺手多了？是与从前有所不同，但我想学的修行，是可以让我面对那些真正的修行者，还有自保之力，而不只是沦为他们眼中的鱼肉。修行者怎么了？都是人，都说不一样，其实都一样。我要怎么做，吕先生？喝茶、下棋、吃饭、劈柴。常言道，书读千遍，其义自现。做什么事其实都差不多。世间人都想着修行，可修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又有几人真的想明白？我去河边散散步，你劈柴累了，就来院子里喝茶吧。喂，你需要这个吗？
怎么卖？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免费送你一些。君子不受嗟来之食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花市场价的1半从你这里买柴，剩下的1半，我用字跟你换。字？什么字？写的字，要吗？写的字，要吗？成交。今日我没带钱财，明天傍晚太阳落下之时，我带上钱和字，在那里等你，如何？行，就这些吧。看你力气也不大，多了你搬不走，一会儿冻死在街上，人命指不定还算我头上。冻死了，算我自己倒霉。我姓程，单名一个疯子。明天你一定要来，我会在门口一直等你。没问题，我叫文朝生，明日傍晚县城门口碰面。不是让你不要回来吗？如果我说我担心你的安危，这才回来看看，你信吗？真是有够烂俗的借口。你这人自尊心太重了，我要是你，肯定会赖在那贵人柴房里，说什么都不出来。被人瞧不起，总比没了性命强。你简直像我肚子里的蛔虫。吃饭呢，不要说这么恶心的话。今天有人来找你吗？今日无人打扰，我睡得很好。昨夜的事我琢磨了许久。先前不是我告诉过你，纯琼那些人可能受到了来自庙堂的施压吗？你说，给他们施压的人会不会就是白龙卫？苦海县距离王城实在太远了，宫中的势力按理说没那么迅速能够伸手到这个地方，所以哪怕遇见什么事，纯琼他们操作空间也比较大。但如果是白龙卫的话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这种背后站着王族权力的强大江湖势力，在齐国的任何角落都可以酿成最直观的威胁。目前我能想到的，唯一让纯琼他们犯蠢的可能，就是纯琼他们要做的事情不能让白龙卫知晓，甚至最好不要惊动白龙卫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无论是纯琼还是白龙卫，都是为宫里的大人物本事。如果他们之间存在冲突，是不是意味着现在齐国的王城，如今也是暗流汹动？温朝生，你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这里受过伤，18岁以前的记忆都忘了，就记得县外这3年。你别问我以前做什么，我连自己爹妈是谁都想不起来。但我觉得我应该没有什么离奇的身世，不然我要么已经被家族的人找到成了权贵子弟，要么已经被家族仇人灭了种。只有这天下第一倒霉的倒霉蛋，才不会被人惦记。你说呢？接下来的日子，你得多多提防一下了。不管你是哪方人，让纯琼知道你去动了刘金石的尸体，他一定会心生怀疑。最坏的结果就是他与江湖上那些寻你的势力勾结，届时会引来怎样的麻烦还未可知。一群乌合之众罢了。你小子有钱买酒了？上次你请我喝，这次我请你。钱不多，就买了这一小壶，省着点喝。文朝生，就凭这壶酒，算你有点良心。纯琼那人不简单，你最好不要轻敌。就算他们不是你的对手，可你现在这状态，保不准哪天与人动手时又旧伤复发。大不了魂归故里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那么一心求死，那还查什么真相？人死后黄土一烹，过往种种皆化为白骨，你知道与不知道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你的那双眼睛实在讨人厌，我平生最不羡别人窥探我的秘密。我也不想，但天生这样，我不说，你就当我没看到吧。我开始后悔跟你这种人交朋友了。有多后悔？有一匹马那么后悔。为什么是一匹马？我刚逃出来时伤势很重，很多人都在找我。本来我没有道理能活着来到这里，是一匹老马背着我穿越荒原，最后它冻死在了荒原上。我跌跌撞撞入了山，被你捡到。没有那匹马，我就不会遇到你。能看出来，你遇到我后确实很糟心。
不喝了。困了，你自己喝吧。困了，你自己喝吧。什么说法？来人了，庙北1里外36人。别找了，柴刀在我手里。庙里不是有那么多武器，你非要抢我柴刀？你这劈柴的刀不错，我用着趁手。你用我柴刀，那我用啥防身？庙里那么多武器，你怕没武器用？我不会啊。那就随便拿把刀或者剑。文朝生，你不是想跟我学功夫吗？今夜我教你杀人。我觉得以我现在这个状态，出去跟人干架纯粹就是送死。你再这么扔东西，我不一定能活着见到那些敌人。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江湖，敌人从不会给你调整状态的机会。刀兵相见，唯有生死，其余的一切都是不纯之物。我不会武功，身体素质也不行，对他们而言，我就是能被随便一脚踢死的野狗。今夜跟着你，应该看不见明天的太阳。不过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我让你不要回来，你听了吗？你怕不怕？后悔不后悔？我有点紧张。紧张是正常的，第一次杀人的时候我也紧张。这次来的人有一些不是修行者，只是江湖上的寻常武夫，连步伐都不藏。你能听得这么清楚？风大的时候就能听清，但也只能听清一些寻常的动静。这些人都是修行者，我腿瘸了，处理他们需要时间。温朝生，听我说，别看弩箭，要去听。我也没练过自己的听力，只怕判断不准确。那就判断准确点。你们谁先死？那姓陆的说你人头很值钱，杀了你能进风字旗。你来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劈柴，劈柴，我要怎么做，吕先生？喝茶、下棋、吃饭、劈柴。身为忘川的人，
临场怯阵，实在不该。你受了这么多伤，还能撑到现在，真是不容易。不过倒也印证你确实值这个价。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最是喜欢赌场和情场，不知输了多少钱，才撞到今天这般运气。风起里有些人已经老了，我一直想进去，今日请你帮帮我。是吗？以我来说，人不会一直好运，但会一直倒霉。赌徒也有一个特征，那就是每次输了之后，总认为下次一定能赢回来。只不过对你来说，这可能是你这一生最后一次赌博。待我掌间的刀扎入你的心脏之后，你便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愚昧。现在当如何？你要不说怎么值10万黄金呢？江湖上的人和关家的人，一个没剩啊！下手真狠。钱驴，把尸体挖出来，看看什么情况。陆先生，这些人全都是被一招击杀的。全是一招？一招。同一个人吗？这些忘川的刺客是被同一人杀死的。这回真是找着了大祸。忘川这次出动了42人，其中35人是火字旗，7人林字旗。那名使用鱼刺剑的刺客白有宇是一位成名已久的高手，半只脚迈入了通幽境。他原是陈国人，后来在齐国扬名，但本事的确不小，曾袭杀过3位通幽境的武者。掌中的鱼刺在天机楼的名剑榜上排行66，不少人都认为他未来极有可能会进入风字旗。没想到这样的人，最后竟然在苦海县这等凄凉地以如此草率的方式落幕。有找到鱼刺吗？周围都已经摸索过了，没有见到。齐国重文但不轻武，即便是这样边陲的地方，都有些训练优异的弩军可以驱使。江湖上寻常青红境的武者，很难在黑夜里挡得住齐国特制的连弩。但今夜50、60人出动，却没能拿下那1人。咱们可能得重新审视一下对方的实力了。虽然我现在是苦海县的县令，远在王城的大人们也不是很关心苦海县的实际状况，但若是死的人太多了，我这里同样不好交差。放松点，县太爷，他若是没点问题，也不会去查看刘金石的尸体。咱们这次来有着一样的目的，我总不会害你。而且今夜之战固然惨烈，但咱们也不是没有收获，不是吗？鱼刺易进不易出，我看那个女人未必就从此处全身而退。不怕死你就去吧，雪大，不奉陪了。今夜换作是你，能杀这忘川42人吗？能。所以那人的实力跟你差不多，比我强。从这尸体上的伤势来判断，那个被通缉的女人应该身上有伤，而且不轻。武者受伤时，1对1的影响可能没那么大，但一旦遭遇1对多的状况，劣势就会立刻显现出来。如果我受了比较严重的伤，估计只能杀掉在场一半的人不到，还是在白有宇袖手旁观的情况下。那个女人非但比我强，而且极为擅长1对多的战斗，这些都是我不如她的地方。走吧，天这么冷，回去喝口蛇汤。老杨弄了这么久，应该包好了。胸口这剑怎么处理？我不懂医术，不敢乱拔。你直接拔出来就好了。醒啦？这是哪儿？你自己去问那个劈柴的小伙子吧。昨夜他冒着雪把你背过来的。我要去买点菜，你自己把药喝了。你身上的伤势太重，我医术有限，只能帮你暂时缓解一下。
我一直以为我的命已经是天下第一硬了。昨夜背你来找吕先生，后背处的棉衣几乎给血渗透，连我都没想到你能活下来。修行者的体质是不一般，跟修行者的体质没有直接关系。昨夜那一剑本该穿心而过，但我修行过不老拳，我可以凭借这门奇术一定程度上调整五脏方位，这才是我能活到现在的根本原因。而且不老拳本身就对修复身躯的伤势有所不易。这样说的话，创下这3门奇术的北海道人，修为又到了何等地步？天机楼楼主李连秋曾亲访天下英雄，寻了21年，终在藏仙渊巧见北海当人一面，二人论道一盏茶时间。李连秋言，其修为深不可畏，4国千散万的修行者里，能与他较量之人也不过7、8。不过北海道人是出了名的懒散，不爱人间争端，大半生游历天下，居无定所。若是无缘，人间难得寻见他一面。这就是你嘴里所说的世外高人吧？谢谢。难得能听你跟我道句谢，不过好像真的没有必要。你帮我挡了一剑，我还了你一剑，我们算扯平了。没点默契，我是让你给我些钱。你要钱做什么？买酒。你现在这情况，能喝酒？喂，钱还我！大白天县城里那么多人，你觉得现在出去合适吗？能不能消停会儿？那你去帮我买。出门往右1里内就有一家酒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闻到的那家酒铺最香。我口渴了，快去，下次我请你喝。真爽。也不知道你一个女人怎么就这么嗜酒。喝了酒，伤就不痛了，所以酒这东西天下第一好。说的有理，那我陪你喝点儿。不喝了，不喝了，我还要劈柴，你自己喝吧，喝完就去睡觉。真喝不得了，我喝不得了。你想喝，我把活干完，晚上咱们再喝。文朝生，我姓封。你说什么？你做东？对，我做东。嘿，我逗你的，我听到了。你说你姓……行了，你快去干活吧，我自己再喝会儿。那我去了。文朝生，记住，刚才那件事别跟任何人讲。如果你不想死的话。这么危险，那你还跟我讲？不是你上次问我以前的事吗？现在知道了，又后悔。后悔个屁！我干活去了。昨夜的事，谢谢了。谢什么谢？我干了一辈子这个，叫我去做些其他的，还真不一定这么顺手。那小伙子什么来头？谁？你们收留的那个？不了解他的过去。这年轻人是3年前突然出现在苦海县的。我与夫君在此地落脚了这么多年，没在之前见过他。你们没问过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，何必那么追根究底？问来问去，知道了又能如何呢？30年了，你真是变了许多。再次相见，我都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和一名陌生人说话。昨夜那小子也算是有些狠劲儿，提着柴刀，背着人，一步不肯让，要跟人家干架。最是见不得这等少年的义气，也不知是羡慕还是惜才。若是你们不曾收留他，我都想收他做徒弟。那年轻人没有丹海，你教得了他？教些杀人术还是没有问题，未来在江湖上行走，能防身。这少年虽然没有丹海，却是个好苗子。夫君点了他一下，未来若是开悟，前途不可一般而语。莫要用人间凡术误了人家前程。晓得你担心什么？我如今自己都不想在忘川混了，还把别人拉进来做甚？老朽4国江湖纵横了大半辈子，也有些本事，能传不能传，皆看缘分吧。他多少年没练剑了？ 30年。
认识你之后，他就不练剑了。也可能是不需要练剑了。听闻他仅用一根枇杷枝，便拜了当时忘川风自奇与你一同执行任务的相思、白鹿、无极，这等天分当是前无古人。若是他未曾落入凡尘，在魔剑30年，兴许真能拜了那指断江的轩辕老人，一睹天下第一。可30年前春风一言，缘分啊，果真是妙不可言。也可能我从来不想做一名杀手，他也不想当那个天下第一。相识30年，夫君从来没提过这事，他是真的没有兴趣。谁爱是天下第一，谁就是吧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回去做饭了。昨夜的事，你真的处理干净了？这么大把年纪，可别惹一身骚。对我们来说，还有比杀人更顺手的事吗？昨夜看见那小伙子踪迹的人不多，对老朽也没什么防备，杀了便杀了，谁会在意少了几个不成气候的亡命之徒呢？关于你的事，我想回去与夫君商议一下，晚些再答复你吧。反正你已经等了这么久，也不急这些天了。打听到了吗？今儿散了500两银子，目前还没有消息。如果能有的话，大约3日内就会有结果。苦海县这等偏僻之地，有学子能高中栏杆阁，绝非小事。再者，他去年在栏杆阁内违规被辞名返乡，也算是几10年来第一人。按理说动静应该很大才对，但我今日在苦海县中盘问时，竟无一人知晓此事。当真奇怪。能考入栏杆阁的人，不可能不懂规矩，事情绝没那么简单。而且，我请族中的长辈利用一些爷爷留下的关系查证过，关于那名被从栏杆阁遣返的学子，几乎找不到与之相关的任何消息，这太反常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是回来了。苦海县不算大，慢慢排查，一定能找到他。到时候我就能知晓去年试题以及栏杆阁相关的考核事宜。等到顺利进入了栏杆阁，实在是抱歉了，白天跟人喝了酒，误了事儿。喏，补偿你些柴吧，不能白让你等这么久。8个字抵32文钱。好字，你这字真是入了画境。若是去王城闯荡，少说是个书法大家，为何要在这巴掌大的穷苦地方落魄？我宁可写字不要这么好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想知道为什么？想。你想知道的都在这8个字里了。谢谢你的柴。面姨，老张还没回来吗？还没有。朝生，外面冷，快进屋。朝生啊，你最近……我最近挺好，咪姨。新县令上任，我拿到了齐国人的身份，还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差事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之前还听老张在说这件事，我担心的不行。日后你可要好生在县城里生活，切莫要结交些狐朋狗友。你还年轻，只要勤奋些，
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苦尽甘来。只可惜，我家那小子若是没有从军，现在也该是你这般年纪了。算起来，他已经整整7年没回家了。密仪，齐国军旅管制如此严格吗？几千里的路，哪说回来就回来？我跟老张老了，也没那么多希冀。他呀，只要活着，比什么都强。没问题的，密仪。天下太平了500年。这倒是，长工那娃小时候有股子蛮力，最是喜欢打架。老张揍了他几次，怎么也不听。没想到去了部队里啊，几经打磨，居然练出了一手漂亮的好字。这几年给我们寄信，字真是越写越漂亮了。我啊，每过1个月就要把这些信拿出来放在火炉子旁烤烤，免得生霉了。让老张也好好看看，咱长工可算是出息了，免得天天一提他娃，他就一副嫌弃嘴脸。哼，这老东西，我还不懂他。娃真要是回来了，他心里指定比谁都高兴。哎，朝生，你识字来看看长工写的信。阿水这样的人实力超绝，有人用他的父母去稳住他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。可张猎户2人就是普通的百姓啊，怎么会？难道张猎户的他们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份？